在乌中国公民的安全也牵动人心。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应约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，在劝和促谈的同时，重点就确保中国在乌公民安全表明立场，督促乌方承担相应国际责任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也介绍，连日来，外交部及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多方协调、多措并举，支持协助在乌中国公民通过多种方式向乌克兰周边国家转移。目前有关工作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有序推进。来看看报道。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时强调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乌中国公民安全状况，每时每刻牵挂着他们的安危。在乌中国公民都是中乌友好的使者，都是乌克兰人民的朋友。中方撤离在乌留学人员及侨民的进程正在推进，感谢乌方的支持配合和乌社会各界的友好帮助。中方赞赏乌方开设外国侨民撤离专列，这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精神。希望乌方采取一切必要措施，确保在乌中国公民安全，并继续为中国公民撤离提供保障和便利。库列巴表示，确保外国公民安全是乌方重要职责，乌方高度重视中方关切，正在协助中国留学生等顺利撤离。乌方将继续本着负责任态度，做好外国公民安全撤离的相关保障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，外交部及我驻有关国家的使领馆将继续全力保护在乌中国公民安全，持续为转移撤离同胞提供支持和协助。连日来，外交部及驻有关国家使领馆多方协调、多措并举，支持协助在乌中国公民通过多种方式向乌克兰周边国家转移。目前有关工作仍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有序推进，请在乌中国同胞不论在驻地还是在旅途当中，注意安全，规避风险。目前，基辅和敖德萨都有大规模撤侨安排，华人华侨可通过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安排的大巴离开乌克兰，或开车随车队同行，向摩尔多瓦和波兰两个方向撤离。根据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的最新通知，中国公民的外籍配偶、父母或子女也可一同乘车撤离。深圳卫视记者联系到了在乌克兰留学的小江，当地时间周一，他从乌克兰西南城市敖德萨撤离至摩尔多瓦，目前在摩尔多瓦大使馆的帮助下，已经抵达罗马尼亚。他告诉记者，在摩尔多瓦边境，很多人正等待入境，但整体秩序良好，也有物资供应。小江透露，在敖德萨出境时，边境人员还用中文和他说了句“你好”，让他十分暖心。从前天早上，我们开始从乌克兰的敖德萨到罗马尼亚至摩尔多瓦的边境，大概下午1点半到，然后就在那里开始排队，人很多，但是那边服务设施很好，就是水、食物什么的都是充足的，还有防寒的衣物都是免费发放的。是那个边境是妇女和儿童优先过，我们带有孩子的就先过来了，所以7点的时候就过境了。小江说，进入摩尔多瓦后，他们与罗马尼亚大使馆取得联系，坐上大巴等待其他中国留学生过境后，连夜出发开往罗马尼亚。让小江备受感动的是，近11个小时的车程，摩尔多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路陪同，进入到了罗马尼亚边境里面。但是这次就是没有下车排队，大家都是在大巴上坐着，有工作人员上车来收护照检查，然后中间上厕所什么的，大巴也会就是隔一段时间停下来，让有需要的人去。总之还是挺人性的吧，因为虽然坐车上很累，但是我个人感觉是司机和那些工作人员更累，因为他们一直需要跟着。目前小江已在罗马尼亚的一家酒店内安顿，等待航班回国。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间，我个人最大的感受是能感受到祖国是很强大的，因为现在其实撤侨是真的很困难，因为乌克兰现在各个地方的战争都很激烈。我们是敖德萨第一批出来的，就这条路线目前来说算是一条最好的路线，也是最安全的，所以这个很感谢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，因为不是他们，我们不可能说
这么顺利的出来。受俄乌局势影响，西方一些国家接连宣布对俄制裁措施。目前，相关制裁对于在俄生活华人华侨是否有影响？深圳卫视记者联系到在圣彼得堡的中国留学生小严，他告诉记者，在西方用 SWIFT 制裁部分俄罗斯银行后，一些苹果手机的支付功能有出现问题。此外，部分进口电器出现停售情况。苹果支付的话，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用了，但是我朋友的话，他们说地铁朋友们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。但是俄罗斯人他本身的话，用信用卡的情况比较多，而且他们本地的这个电子支付系统的话，用那个直接实时转账，其实也还好，其实影响不是很大。是有一些商品它下架了，什么大宗的什么电视机，我看到苹果的手机啊、三星的手机啊，包括什么电视机啊、电冰箱这种商场的话，已经下架了。价格波动比较大吧。另一位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小陈则告诉深圳卫视记者，目前卢布的贬值较大，但对于留学生群体来说，意味着人民币的价值更高，因此在当地生活并未发生变化。但他留意到当地物价有所上升，幅度在20%左右。化妆品店好像是提价了30%，然后各个品牌可能提价都是在12%到20%不等。那我们直接人民币对卢布，就是现在的很多那个 ATM 机是支持。直接从中国的银联卡取出来的，取现实支持的。银联卡在俄罗斯现在是没有什么限制的。两位留学生表示，目前西方的制裁行动刚刚开始，因此暂不清楚后续会对俄罗斯产生怎样影响。就目前状况而言，俄罗斯居民的生活影响有限。